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万象奇谈》，我是大象。同性爱人骗婚谋杀，为的就是瓜分18岁男孩继承的5亿新台币遗产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当然没有。随后，当事人的身份也被扒出。台媒报道，爷爷与妈妈通奸，生下了当事人。当事人根本不是同性恋，生前还追求过自己的女同学，如此种种。当这些关键词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你想到了什么？这莫不是又出了什么大尺度的悬疑电视，还是上了热门的网络小说？要不然一定是以撒狗血而闻名的热播泰剧。然而，以上的这些全都不是。这些看似荒诞的关键词叠出的，竟然是近期发生在台中的一起真实案件。2023年5月4日，本月初刚刚发生的事情。台中年仅18岁的高中男生小赖，刚刚结婚2个小时以后，对，你们听错，就是刚刚结婚2个小时以后，突然从新婚同性爱人的10楼家中坠楼身亡了。乍看这条新闻的时候，以为是个普通的同性爱情故事引发的悲剧案情，但随着台媒不断爆出的惊天案情，围绕着小赖的离奇关键词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本期节目咱们就一起关注一下这起发生在5月4日的台中高中男生坠楼事件，到底是人性的卑劣，还是同性间传奇的爱情悲剧？鼓励大象，马上开始。2023年5月4日中午11点30分左右，台中警方接到报警，有市民声称有人在台中汉西路3段的一个居民楼上掉了下来，可能已经没气了。当台中警察赶到现场的时候，躺在绿化带上的男孩确实已经没了呼吸。死者的身份很快得到了证实，他就是在事发地点旁边的那栋居民大楼第10层的住户，26岁的夏先生的新婚爱人，今年刚刚高中毕业，已经考上大学的现年18岁的小赖。夏先生说，事发时他正在浴室洗澡，并不知道自己的男友掉了下来。她和男友刚刚登记结婚2个小时。另外一边，已经伤痛欲绝的赖母的说法，却与夏先生大相径庭。就管我们被害人出去进行同婚登记之后，他就可以依照民法来去继承高达5亿元以上的遗产哦。赖妈妈说，5月4日案发当天，儿子小赖向学校请假，准备迎回已逝父亲的牌位，但夏先生突然跑来，以教授如何处理房产为由，要儿子小赖带上身份证件一起走。是儿子去世后，他才得知夏先生和小赖是拿着身份证去结婚了。之前从来没有听儿子说他要和夏先生结婚，况且他们前后只见过2次面，都是为了处理小赖继承父亲房产方面的相关事宜，与夏先生并没有恋爱的关系。此事一出，赖妈妈沉痛之余深感疑惑，同时质疑案情并不单纯。立即通过律师联系了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法医科主任、台湾知名法医高大成。高医生到达现场，仔细勘验后，却对现场能够支持小赖自杀的观点深表怀疑。按照夏先生的说法，小赖是从10楼坠落，但现场的社区大楼的2楼有个突出的露台。高医生认为，第一，如果死者真的是从10楼坠落，依据抛物线原理，一定会先撞上露台，而不太可能在发现处的草坪上被找到。即使是先撞到了露台上，又掉到了发现死者的草坪上，但这一点与死者身上的伤情又存在较大的出入。第二，死者的外观可见的只有右手肘骨折，未有腔内及腹腔出血现象，以及其他明显的外伤。一般坠楼的伤势不会这么轻，而且高医生研判此处的骨折是生前骨折，不太可能是单单的骨折就会丧命，这与第一点存有较大的矛盾。若是从10楼被丢下去，再撞到2楼突出物后，也不太会只有一只手肘骨折。第三，高大成医生勘查时发现，小赖所谓跌落的草地上的草皮有枯死现象，并且小赖的胃部有残留的啤酒，因此他怀疑有人可能在小赖所饮的酒水里下毒，导致小赖坠楼后溅出毒物。这才致使草皮枯萎。高医生坦言，之所以会如此判断，让他回忆起当年的南投4死命案，当时凶手便是使用了罕见的催芽剂毒杀4人。检警第一时间并未发现，靠着嫌犯自白才真相大白。他也呼吁检警侦办千万不要错过细节。
同时，高大成医生根据小赖跌落的位置大胆研判，死者有可能是被扛到较低的楼层后，有外力助推丢到了楼下。建议检警要针对该大楼逐层检查，查看是否有死者的血迹、指纹，或是夏先生的指纹或鞋印。朋友们，叫人惊奇的可不止这些。在随后法医对小赖遗体仔细勘验后，很多的谎言可能在你心里也就有了定数。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讲。消息一出，社会大众一片哗然。让大家对此事件持续关注的原因，不仅仅是诡异的事发现场，18岁高中生小赖的背景资料随之曝光。这个小男生可不是一般的普通高中生，他是一位去世前拥有30套房产，加起来市值超过5亿新台币的隐形富豪。这一切的一切，还需要从他刚刚去世的赖爸爸讲起。自从小赖2岁起，赖爸爸就陆陆续续地将房产过户给小赖。为此，他还专门请了一位专门负责过户的地政士夏先生。估计你也注意到了，这位夏先生也姓夏，他不是别人，正是前述所讲的小赖的同性爱人夏先生的爸爸。事发前，夏先生正是夏爸爸的地政士助理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们稍后还会讲到，事情稍微有点复杂。我们接着讲赖爸爸的事情。或许你会说，自己的爸爸将房产过户给自己的儿子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对，表面上看并无奇怪之处，但这里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关于小赖的秘密往事。大家已经注意到了，赖爸爸的爸爸上加了单引号。其实我在这里所说的赖爸爸，顶着赖爷爷的辈分生活了很多年，而小赖名义上的爸爸却是赖爷爷的二儿子。在这张小赖的家庭关系示意图里，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理解小赖与赖爸爸的亲子关系。小赖名义上的爷爷，我们暂且称他为老赖先生，是做碾米生意起家，与妻子结婚40年，育有2男3女，一共5个孩子。前面所说的小赖，名义上是二儿子的孩子。这个二儿子天生存有智力障碍，在和小赖母亲结婚之前，老赖帮他娶过一位印尼籍的女子为妻，婚后育有1女。没过几年，这位印尼女子一走了之。究其原因，根据台媒的报道，应该是老赖有事没事的经常对其进行性骚扰，忍受不了公公的出格行为，一气走之。之后，老赖又给二儿子娶回一名大陆籍女子，也就是现在小赖的母亲陈阿姨。没过多久，老赖又对陈阿姨故技重施，罪恶的魔爪伸向了新儿媳。原本丈夫就有智力障碍，加上老赖甜言蜜语、殷勤重诺之下，陈阿姨也便忍气吞声，并于2004年生下小赖。老赖对外只是宣称小赖是自己的孙子，起初大家都还相安无事，直到2005年，老赖的原配妻子意外撞破了丈夫与二儿媳的秘密，私下里开始偷偷的收集小赖与老赖的 DNA 样本。亲子鉴定后确认了小赖确实是老赖的亲生子。接下来狗血大剧拉开帷幕。2006年，原配妻子一纸诉状将丈夫与儿媳告上法庭，两人因此被判监禁3个月，并处罚金。判决书上载明，原告与儿媳通奸生子，而原告女儿证称曾对父亲说：“现在我的弟弟的小孩叫你阿公，如果你跟他生下的小孩要叫你什么呢？”爸爸很生气。这件事情曾在法院对簿公堂。老赖当时为将家人全部赶走，进而打起了离婚官司，只留下了陈姓陆配媳妇儿、赖姓高中生在家里照顾。2009年，从小患有智力缺陷的二儿子因病去世，自此小赖也就名正言顺地成了老赖的儿子，户口也顺理成章地转到了老赖的名下。现在我们把焦点转到前述所提的夏先生与小赖的同性婚姻当中来，他们俩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根据小赖的生母赖妈妈的说法，5月4日案发当天，儿子小赖本来已向学校请假，准备迎回刚刚过世父亲的牌位，但夏先生突然跑到家中，要求小赖带上身份证件，赶紧和他走，说是去处理有关老赖留下的房产问题。但没想到的是，夏先生带着小赖直奔台中北屯
屯户政所办理了同性婚姻登记。后经警方核实，由于登记的十分仓促，户政所要求的证婚人也是路边临时找到的陌生人。根据证婚人后来向台中警方提供的证词显示，事发当天，夏先生在路边拦着他，态度非常诚恳。他说他和小赖是真心相爱的同性爱人，但得不到家人的祝福，找不到证婚人。如果你支持同性婚姻，能不能当他们的证婚人，帮忙签个字？虽然他不认识夏先生和小赖，出于同情，自己也觉得应该支持他们相爱，就和他们去了户政所签了字。两人于上午9点办妥结婚登记后，回到夏先生位于汉西西路3段的住处。没想到小赖于上午11点从夏先生所住的10楼住所坠楼身亡了。根据《镜周刊》的报道，夏先生从小小赖表示，赖父曾说3个儿子谁先结婚就把房产过户给谁为由，诱导小赖与其结婚，再将其害死，制造跳楼假象，企图以配偶身份继承遗产。对此，赖妈妈的律师许哲伟表示，赖母没有这样的陈述，有可能只是夏先生单方面的说法。许律师同时还表示，这个说法非常的不符合逻辑，因为小赖事发前，当时生父老赖的名下已经没有任何财产，就算名下有财产，也变成了遗产，根本没有办法通过登记结婚的方式协助取得法律的支持。又何来3个儿子谁结婚，房产就过户给谁一说呢？事情经过媒体报道后开始发酵，全案疑点重重，小赖就读的高中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。校方透露，赖姓同学成绩相当不错，今年4月才以繁星计划被东海大学哲学系录取。赖姓同学的成绩在班上大概是在前5名左右，在校排名的成绩也是中上。校方同时也证实，小赖在学校有心仪的女同学，还曾寻求老师的分析和支持。所以班导第一时间接到过世的消息以及同婚的消息，非常惊讶，因为似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小赖同学喜欢的是男生。当然，这一点也被赖妈妈一口否定。他说，儿子小赖明明喜欢的是女生，怎么会答应和夏先生结婚呢？而且全家人和夏先生认识的时候，他明明是有女朋友的。小赖和夏先生总共见面前后只有2次，怎么感情可以深到瞒着自己去和他结婚？5月21日，法医高大成在家属以及委任律师的请求下，前往殡仪馆相验遗体。现场的结果是，好像不像从10楼坠下来的啦，因为那个角度不对啊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，被问及死者是否饮酒，高医生说闻到了一点点，但解剖时胃里确有啤酒酒水。后经媒体证实，死者虽然登记同性婚姻，但法医解剖验证死者肛门未特别扩大。高大成法医也表示，在他看来有他杀可能，但需要进一步侦查找出证据。另据中天新闻网的报道，爱子死因成谜，赖妈妈情绪激动，情急之下在儿子灵前点心致教，询问是不是夏姓配偶害死他的，连致3次教，皆得到哭叫。赖母脸露无奈。依据台湾传统的习俗，没有长辈给晚辈上香的道理。律师许哲维屈前向赖母表示，妈妈怎么能拜小孩呢？由他来问吧。于是拿了2个5元硬币致教。刚刚妈妈问你的问题，如果真的是夏姓配偶做的话，请给3个连续的圣教。结果真的连出3次圣教。赖母不死心，又上前问儿子，真的是夏姓配偶做的吗？结果又是接连5次哭叫。换许哲维再度上前讯问，又得到1次圣教。赖母连致8次哭叫，律师却连获4次圣教，过程相当玄幻，让家属对破案的信心大增。如此玄幻之术虽然没有科学依据，但在场的民众与媒体却也亲眼见证。5月22日侦查庭侦讯，检方指挥警方出动6名刑警，全程陪同首度现身的夏姓父子出庭。开庭前，面对媒体询问为什么不归还房产，是否推落小赖，为什么没到灵堂上香等问题，夏姓男子全程不发一语，面无表情步入地检署。这里要插播一点，由于夏姓父子是老赖生前及过世后指定的房地产地政士，按照夏爸爸的说法，房产证暂时放在他们那里，方便办理房产变更手续方面的事宜。直至小赖过世，小赖继承的相关证照还在夏家父子的手里，所以这才有刚刚有媒体记者问询为什么不归还房产。
下午3点左右，夏姓父子在律师陪同下搭乘警方的侦访车离开。律师表示，是针对检察官的疑点出庭厘清，因涉及侦查不公开，所以无法对外说明。而面对媒体包围询问你爱他吗？今天检察官问了什么？对方是一面之词吗？真的爱他吗？等等问题，夏先生还是不发一语。而日前他曾出面喊冤，表示等到案情侦办进度告一段落时会公开说明。台中地检署检察官当天问询后，初步认定涉案夏姓男子有杀人犯罪嫌疑，但没有羁押的必要，交保30万新台币，夏姓父子讯后请回。5月23日，赖妈妈在律师许哲维的陪同下出席侦查庭协助检调，有原来申请的9项调查申请，在检方的协助下追加到14项，其中包括通联记录、死者现场伤情、有无毒物反应等。另外追加了对被告申请进行测谎。赖妈妈在面对记者采访时，公开向关心此案的民众表达谢意，并请大家协助提供事发当天的行车记录，方便检警及家属厘清小赖在事发当天到底是从哪一层坠楼的。5月24日，法医高大成在脸书上发布贴文，公开向网友征集线索，以及5月4日经过事发地台中北屯汉溪西路3段早上10点30分至11点有关案发现场的行车记录画面，希望帮助死者找到确切的死亡真相。目前本案还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，最终的结果还未出炉，但真相似乎已经呼之欲出。节目最后说点题外话，根据三立新闻网的报道，老赖从事土地买卖很长时间了，身价绝对超过了5亿。若夏姓男子真有犯罪事实，遭遇判刑，会无法继承小赖的遗产，加上小赖妈妈未取得可分配遗产的合法身份，因此小赖生前所继承的所有土地及遗产，最后可能收归公有。如果结局真会如此，那真是应了那句老话：命里有时终是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以上，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，记得订阅万象的频道，平安顺遂。